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22日星期二，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下议院通过紧急情况法案。紧急情况法案在经过几天的激烈辩论后，于周一晚上在下议院通过。有争议的措施以185票对151票通过，并且主要按照党派路线分裂。新民主党支持自由党，而保守党和魁北克集团投了反对票。总理特鲁多表示，这些措施将持续到3月中旬，不会做任何一天不必要的延长。新民主党领袖贾格米特·辛格警告说，如果他们认为不再需要紧急情况法，他的政党将撤回他们的支持并提起投票程序。白宫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举动是入侵。俄罗斯立法者周二授权总统普京在国外使用军事力量，这一举动可能预示着对美国已经在乌克兰进行入侵后对乌克兰的更广泛袭击。几位欧洲领导人表示，在普京承认他们的独立后，俄罗斯军队进入了乌克兰东部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但目前尚不清楚部署的规模有多大。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国长期以来一直表示俄罗斯军队正在该地区作战，莫斯科一直否认这些指控。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成员一致投票，允许普京在国外使用军事力量，有效地正式确定俄罗斯在反叛地区的军事部署。8年的冲突已造成近14000人死亡。不久之后，普京提出了3个条件来结束这场危机。这场危机有可能使欧洲重新陷入战争，引发大规模伤亡，整个欧洲大陆的能源短缺和全球经济混乱的幽灵将再现。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和更广泛的冲突看起来越来越有可能，白宫开始将俄罗斯的部署称为入侵。此前白宫最初犹豫是否使用这个词，总统拜登曾表示，这条红线将导致美国对莫斯科实施严厉制裁。他安排在周二晚些时候发表讲话，对乌克兰东部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困惑阻碍了西方一致的回应。虽然美国明确称其为入侵，但其他一些盟友却反对。欧盟高级官员表示，欧盟准备对几名俄罗斯官员和为俄罗斯武装部队提供资金的银行实施制裁，并采取行动限制莫斯科进入欧盟资本和金融市场。他们几乎没有提供什么细节。德国暂停了从俄罗斯引进天然气的 Nord Stream 2管道的认证程序。这条管道的建设是为了帮助德国满足其能源需求。普京周一警告说，西方拒绝莫斯科的要求使俄罗斯有权采取其他措施来保护其安全。伊丽莎白女王新冠肺炎病情恶化，尽管患有 COVID， 但女王将继续正常工作。白金汉宫周二戏剧性地宣布，君主终究不会按计划接待远程观众。白金汉宫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女王陛下仍在经历轻微的感冒症状，他决定今天不进行他计划的虚拟活动，但将继续履行一些义务。白金汉宫一直拒绝提供对女王陛下健康状况的连续评论。然而，自从他的儿子查尔斯王子于2月10日感染了新冠病毒，并于2月8日与他的母亲会面以来，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是英国媒体猜测的新话题。考虑到他的年龄95岁和他如果去世后对宪政的影响，这并不奇怪，但公众对这个事实一无所知。人们对查尔斯有很多同情，因为他不仅接种了3剂疫苗，而且实际上还在2020年袭击英国的第一波疫情中感染了 COVID， 他也可能无意中将病毒传播给他的妻子。女王随后被诊断出患有新冠病毒，并于2月20日星期日宣布了这一消息。然而，皇宫在周末迅速向记者介绍女王没有重病，并暗示不是查尔斯给她带来了这种疾病，而是皇家记者提到了温莎城堡团队中的一组病例。鉴于不同个体的疾病进展的不可预测性，对消息来源的出处也存在疑问。他们也向媒体介绍女王将继续努力克服她的疾病，担心这一策略使女王陛下成为财富的人质。
这些不祥的预感现在已经被证明是合理的。怀疑论者想知道究竟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因为白金汉宫宣称女王仍然只受到轻度感冒症状的影响，并且周日也使用了相同的措辞。如果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要改变时间表？几千年来，当代君主的死亡一直是英国人民着迷的主题，而伊丽莎白女王的高龄，在她被正式确认身体不适时，会定期将猜测提高到狂热的地步。虽然她对于像她这个年龄的人来说非常活跃，但自从去年丈夫去世以来，她经历了一系列的健康恐慌。10月，她被要求停止工作，在医院住了一晚。白金汉宫最初试图掩盖这一点，理由是医疗隐私。从那时起，对感染冠状病毒的恐惧导致女王只进行了非常温和和小规模的面对面接触，并且她正在和一个由22名隔离人员参加的核心小组在一起。小组成员轮班工作，并定期接受 COVID 检测。上周，女王告诉来访者，她的行动不便，并在视频中指着她的腿。该事件几乎没能抑制无休止的猜测，白金汉宫淡化了这一事件。沃伦·巴菲特新的加密资产公牛。巴菲特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类似于他1年前的举动。他说，黄金几乎没有价值，但他的企业集团在巴里克黄金公司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持有期不超过1/4。上周有消息称，在2021年第4季度，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增加了对 NoBank 的投资。NoBank 于2021年底上市，其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这家巴西银行是加密相关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的早期提供商之一，特别是比特币。巴菲特曾经称比特币为老鼠药。根据一些分析师的说法，巴菲特认为加密资产友好型银行是金融技术领域的下一个巨大角色。他失去了对信用卡公司的兴趣。伯克希尔出售了万事达卡和维萨卡的大量股份，合计31亿美元。巴菲特在伯克希尔的副手查理·芒格当时也对比特币持批评态度。他说，加密货币令人作呕，与文明的利益背道而驰。这些严厉的话语对加密货币忠诚者来说是痛苦的。但随着巴菲特及其公司的支持，比特币将成为下一个可能被更广泛的采用，而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加密货币。资深期货和外汇职业交易员 Peter Brandt 警告说，比特币的价格在过去持续调整了数月，加密货币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达到另一个历史新高。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